这些符号到底怎么来的？亦有太极这句老话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提到太极，可能你脑子里是公园里打拳的老爷爷，或者觉得这是什么高深的哲学。但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它更像是一个理解世间万物变化的初始密码。对，一个源头。所以这次咱们的任务就是一起把这些材料里的精华给你梳理清楚，用好懂的方式让你抓住太极的本质，以及它跟两仪、四象、八卦之间那条生产线是怎么运作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这儿开始。没错，我们依据的主要是一份通俗解读，还有一份更经典的《易经》正式选段。核心就是彻底搞懂亦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句话。这不只是一句口诀，它描述了一个过程，一个从最简单到复杂的演化逻辑。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句话背后的道理给你讲透。好，那我们就从这句最关键的话开始，亦有太极。我得承认，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就理解成《易经》这本书里包含了太极这个概念。这是个常见的想法。但材料马上就说，这么想可能就偏了。对，这是个常见的理解误区。这里的易关键在于，它指的不是那本具体的书，而是宇宙间无处不在的变化本身，或者说变化的规律。变化就像四季更替嘛。没错，就像春天万物复苏，夏天枝繁叶茂，秋天开始凋零，冬天归于沉寂，这种自然的循环就是易。你的经历从早到晚的变化也是一种易。易经这本书呢，更像是用一套符号系统，也就是卦象，来记录和解释这些变化的规律。那有字呢？如果易是变化，那亦有太极里的有，难道不是拥有的意思吗？这个有字儿也很有讲究。易经正式里特别解释了，它不是属于的意思，更准确的说是自无入有，指的是一个起点，一个开端。起点，开端。对，就像材料里打的比方，你想煮熟一个鸡蛋，那个让变化开始的动作是点火；你想收获向日葵，起点是播种。这个有就是那个变化的触发点，那个从无形到有形的临界点。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亦有太极，不是说《易经》这本书里有个东西叫太极，对，而是说所有变化易的那个最初的共同的源头和起点，有就是太极，它是一切变化的总开关。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就像说车开要有钥匙，不是说车这个物体里装着钥匙，而是开车这个行为需要钥匙来启动。正是这个意思。所以太极不是被《易经》这本书所拥有，而是所有能观察到的变化现象都从这个叫做太极的本源状态开始启动。理解了这一点，太极就从书本上的一个名词变成了我们观察世界的一个基本视角。万物从何而来？从太极而来。那这个总开关、万变之源的太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材料说它非物也，不是个具体的东西，摸不着看不着，这听起来还是有点抓不住啊。难道就是一片虚无？它不是虚无，而是浑然一体的元气。听起来可能还是抽象，别担心，两份材料都用了一些很形象的类比来帮我们感觉它。什么类比？第一个可以想象没开封的矿泉水，这个比喻强调的是太极的纯粹未分化。没开封的矿泉水，就是很纯净啊。对，整瓶水是均一的，没有热冷甜咸的区别。太极就像是宇宙大爆炸之前那个起点，是所有能量物质最原始、最纯粹，还没显现出任何分别的状态。有点像一团还没揉出面筋做出形状的面团。有点那个意思。第二个类比呢，它像种子里的胚芽，这强调的是太极并非死寂，而是内含潜力。种子就是说它能长东西，所有可能性。易经正式里说，太极其气虽纯而有动静之用，就是指它虽然纯粹，但并非空无，而是蕴含着动和静的潜能，是能够产生变化的。它像手机的待机状态，看似平静，却随时可以被激活。
所以它不是无，而是未显化的全。说得好。第三个类比，像源头的泉水，这强调了太极是一切能量的根源。源头的泉水，我们家里的自来水来自水厂，水厂的水来自江河湖泊，追根溯源，可能来自某个山间的泉眼。太极就是宇宙所有不同形式的气，比如冷热、清浊、升降等等，它们的共同源头。易经正式直接称之为一气之源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的中央能源站，所有现象的能量都最终源于此。我好像抓住点感觉了。总结一下材料的意思，太极不是个东西，而是宇宙最开始那个状态，极端纯粹，没有任何分别，但又不是空无，而是像个能量包，包含了后来一切变化的可能性，是所有能量的总源头。关键词：纯粹、潜能、源头。非常准确。理解了太极这个原始能量包的性质，我们就能接着看下一步了。它是怎么动起来，产生出我们熟悉的阴和阳的呢？也就是太极生两仪。对，这个生字也很关键。我们常说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阴阳。很多人，包括我，可能下意识会想，是不是像切西瓜一样，啪一下，太极分成了两半，一半叫阴，一半叫阳。哈哈，这个比喻很形象，但也是一个需要澄清的地方。材料，特别是易经正史，反复强调，这个生不是分裂，不是一分为二。不是分裂，那是什么？关键在于气之动静，精之生化。太极是通过自身内部的动和静这两种基本状态的转换和显现，才产生了阴和阳。它不是分裂成了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呈现出了两种面貌。不是分裂，而是显现，这怎么理解？材料用了一个水的三态变化的例子，我觉得特别有助于理解。想象一下太极这团元气，第一步，它开始动了，但这个动首先显现的是阴。易经正是说动则阴生。哎，等等，动则阴生，我以为动是阳，静是阴呢。这个有点反直觉啊。对，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恰恰是理解这里的关键。易经正式的逻辑是，太极那纯粹的一气开始运动，也就是动。这个运动首先导致了能量的凝聚和分化，形成了一种相对静态有形的趋势，这就是阴的开始。凝聚、静态，所以动引发了静的趋势。可以这么理解。通俗解读打了个比方，就像盖房子要先打地基，阴代表着凝聚、收敛、相对静止的状态，就像水开始降温，能量内收，准备结冰。这个趋向于静的过程，首先显现的是阴的特性。阴是生的准备阶段，是能量的聚集。先凝聚阴，然后呢？然后第二步，静则阳复。当这个凝聚达到一定程度，也就是静，它内部的活力又会开始显现，趋向于发散、活跃、运动，这就是阳。就像冰、阴相对静，融化成流动的水，阳相对动。阴和阳是在这个动静循环中相互产生、相互依存的。所以不是简单的动等于阳，静等于阴，而是太极这段气，它一动起来，先是形成了凝聚、内收的状态，阴，然后在这个状态的基础上，又显现出活跃发散的状态，阳。两者是这个动静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表现。完全正确。最核心的一点你抓住了，阴和阳不是两个分离的实体，而是同一个太极之气的两种基本运动状态或倾向。同一个气的两种状态。对，就像你的手可以握紧，阴收敛，也可以张开，阳发散，但都是你这一只手。阴是气的凝聚、静止、向下、向内的状态，阳是气的发散、活跃、向上、向外的状态。材料原文说，虽化而成两仪之名，其始仍为一体也。就是强调，虽然我们给他们取了阴阳两个名字，但他们的根源还是太极那一气。明白了，这个一体两态是关键，不是分裂，而是同一个能量源的不同表达方式。就像我这个人，有时安静，
阴有时活跃，阳，但我还是同一个人。对，所以总结一下，两仪阴阳不是太极分裂的结果，而是太极这仪器自身动静循环所显现出的两种基本状态：凝聚态阴和活跃态阳。它们同根同源，并且是相互转化、循环不息的。抓住了这一点，后面从两仪到四象八卦的演变就清晰多了。好，既然阴阳是太极能量的两种基本状态，那后面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不是就像在这两种状态上进行更细致的划分？材料里好像用了搭积木的比喻。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就像分辨率越来越高，用四季变法来类比，两份材料都觉得很直观。四季，这个好懂。想象一下，两仪阴阳最粗略的可以对应冬天阴寒冷收长和夏天阳炎热生长，这是能量状态的两大类别。冷和热最基本的区分。然后是两仪生四象，冬夏之间不是瞬间切换的，有过渡，对吧？对，还有春秋。没错，阴和阳也不是绝对的，有程度差异。于是就在阴阳的基础上，根据阴阳的多少、强弱，分出了四种状态，就是四象。易经正式明确指出，太阳阳气最盛，对应盛夏；少阳阳气渐生，对应春天；太阴阴气最盛，对应寒冬；少阴阴气渐生，对应秋天。你看，冬夏之间加了春秋，冷热之间加了温凉，从两档变成了四档，更细致了。就像空调不只有冷风、热风，还有不同的温度档位。哎，这个比喻好。接下来，四象生八卦，这一步是把四象在各自叠加阴阳，进行二次细分。这就好像给每个季节赋予了更具体的天气或者景象。再细分，怎么分？易经正式和通俗解读都提到了八卦与自然现象的对应，这非常重要。比如少阳，春天阳气初生，这个状态如果再分阴阳，阳动的一面是震，象征雷鸣，春天惊雷唤醒万物；阴动的一面是巽，象征风，春风拂面。春雷、春风。对，太阳夏天阳气鼎盛，再分阴阳，纯阳的是干，代表天，烈日当空；阳中有阴，内部有收敛的是离，代表火，火焰外热内虚。夏天的天和火。少阴秋天阴气初生，再分阴阳，外阳内阴的是兑，代表泽，秋天的沼泽有喜悦收获之象；外阴内阳的是坎，代表水，秋水渐凉，有显现之意。秋天的沼泽和水。太阴冬天阴气鼎盛，再分阴阳，阳止于内的是艮，代表山，冬天山峦静止；纯阴的是坤，代表地，冬天大地包容承载万物。冬天的山和地。哇，这么说来，坎坎艮震巽离坤兑这8个卦，真的不是随便画的符号，而是古人观察自然，从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这些最基本的现象中提炼出的8种基本能量状态或模式。完全正确，这正是材料强调的重点，皆气数自然化合而生成者。意思是，这8卦是自然界能量运行规律的直接体现，是气和数，也就是规律自然组合的结果，不是某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是人为编造的。对，就像我们根据温度、风力、湿度来描述天气一样，八卦是用更简洁的符号来描述宇宙能量的8种基本天气模式。理解了。所以从太极到八卦，本质上还是那个仪器，只是像调色板一样，通过阴阳动静的不断组合和细分，描绘出越来越丰富具体的能量状态，用来对应和解释世界上纷繁复杂的现象。源头始终是那个太极。正是如此，这个由简入繁、层层递进的生成过程，体现了《易经》认为宇宙是有序且有规律的。那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那个黑白两色像小鱼一样抱在一起的太极图，它跟这个过程是什么关系？材料提到，最早伏羲画卦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这个图。是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演变过程。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阴阳鱼太极图，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而是后人为了更形象地表达太极和阴阳的理念，逐步发展完善出来的。两份材料都梳理了这个过程。哦，怎么演变呢？最早，据说伏羲画八卦时是用一，就是一条完整的横线，来代表太极。为什么用一？因为它没有断裂，象征着太极那种浑然一体、没有分裂的原始状态。最简单的符号代表最本源的状态。后来呢，有圣人觉得用欧，一个圆圈可能更合适。圆圈更能体现太极元气那种周而复始、无始无终、圆融无碍的特性，而且圆能滚动，也暗含了运动不息的意思。从直线到圆，增加了循环圆满的意味，有道理。再后来呢，有人在圆圈中间加了一个点，就是欧中间加个欧，这个改进是为了区分体和用。体和用，对，圆圈代表太极的体及它本来的状态。中间那个点呢，则象征着太极内部蕴含的动静之力和生化之功，也就是它的用，它能够产生变化的功能。易经正史还提到，这可能与汉字中的起源有关，强调核心枢纽的意思。既有本体，又有功能，这个想法挺妙的。最终才演变成了我们现在最习惯的阴阳鱼图。这个图的巧妙之处在于：一，用黑白两色代表阴阳两种状态；二，用 S 型曲线分隔，表示阴阳不是僵硬对立，而是相互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黑鱼里有白眼，白鱼里有黑眼，这叫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象征着任何状态都不会是绝对的，总包含着向对立面转化的契机。它非常形象地展示了阴阳互动、循环流转的那个用的层面。这个演变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从最简的横线到复杂的阴阳鱼图，反映了古人对太极理解的逐步深化和视觉化表达的努力。不过，《易经正史》也提醒了一句啊，这个黑白之图有用以体，尚非全也。意思是，阴阳鱼图虽然生动地展示了太极的用、阴阳变化，但可能容易让人忽略了太极最初那个纯粹未分的体。就是说光看鱼图可能忘了那个最开始的纯粹状态。对，所以最完整的理解应该是脑海里既有那个纯粹的圆圈代表体，又有这个黑白鱼图代表用，体用不二。明白了。所以太极图不是什么神秘符号，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示意图或信息图，是古人用来帮助理解宇宙基本运作规律的工具。可以这么说，理解了这些基本概念和演变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材料最后强调的重点。学习这些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对，说了这么多理论，最终还是要落到实处。材料提到《易经》的根本目的，易之言教也，是为了指导我们如何生活得更符合道，以道为本，也就是更接近太极所代表的那种纯粹、有序、平衡的状态。这听起来很高大上，具体怎么做呢？两份解读都从太极的特性中提炼出了几条非常实在的生活启示，不是让你去算命，而是指导你怎么过日子。过日子怎么说？第一，从太极的纯粹学守本分，去贪欲。太极是纯净的元气，没有杂质。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做人做事要抓住核心，保持真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欲望和干扰，比如过度的贪婪、嫉妒、攀比。材料里说要懂得返本复始，时常回归初心。守住本心。对，就像工作中，与其被各种旁枝末节分散精力，不如专注在真正重要的目标上。这有点像现在流行的断舍离或者极简主义背后的哲学吗？找到核心，去除冗余。有共通之处。那第二点呢？第二，从太极的动静有序，学生活规律，作息平衡。太极的运作是动静结合，遵循节律的。这就提醒我们，生活要有章有弛，顺应自然的节奏。白天活动阳，晚上休息阴。这个我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
材料特别提醒要避免该动不动，比如白天懒惰拖延，也要避免该静不静，比如晚上熬夜思虑过度，这样容易耗伤身心。要像四季更迭那样，让生活有自然的韵律。这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可能特别有挑战，但也特别重要。规律作息，知易行难呐。确实如此。第三，从太极以及它演化出的阴阳的阴阳互含，学看问其全面，心态有韧性。阴阳互含就是那个鱼眼。对，阴阳鱼图告诉我们，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凡事都有两面性，并且可以相互转化。这启示我们，遇到事情不要钻牛角尖儿，要看到整体。逆境中可能隐藏着转机，阴中有阳；顺境时也要保持警惕，看到潜在的风险，阳中有阴。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这个道理。通俗解读里举了失业和赚钱的例子，都很贴切。关键在于培养一种更灵活、更有弹性的视角，在顺境中都能保持心态的相对平衡。这个阴阳互含的视角，感觉能帮人减少很多焦虑和绝对化的思维。坏事不至于绝望，好事也不至于得意忘形。没错，正是这种平衡感。所以你看，这三点：心态上的纯粹不贪，生活上的动静有序，视角上的圆融通达，最终都指向了平衡。这可能就是易经通过太极模型想要传递的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如何在变化的世界中找到并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这听起来确实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理论，反而非常贴近生活，像是长辈们常说的那些朴素道理，只不过易经用一套更系统、更根本的逻辑把它们串起来了。核心就是活得更明白、更舒服。可以这么理解，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帮助我们校准自己的生活状态。好了，我们这一次关于太极及其演化过程的深入探讨，差不多到这里了。希望通过刚才的梳理和讨论，你对这些概念有了更清晰、更生动的认识。核心要点回顾一下：太极是理解一切变化的起点和总源头。从太极到两仪、四象、八卦，是能量状态由简入繁、层层细分的自然演化规律。而理解这些规律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掌握一种让生活更纯粹、更有序、更平衡的方法。是的，太极的智慧其实就蕴藏在我们身边的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比如种子的生长、水的变化、四季的轮回。理解它，就像拿到了一把钥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易经》这部古老的经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变化本身，顺应生命的节律，在复杂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定力。这大概就是材料所说的以道为本的深意所在。最后，留给一个问题，可以自己再琢磨琢磨。我们讨论的材料，特别是《易经》正式中提到了中极之德，也就是守中立极，保持中正不偏不倚的品质，认为这是合乎太极本性的。守中。既然太极代表了终极的平衡与和谐，那么如果在你的日常决策、情绪反应、人际互动中都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个刚刚好的平衡点，不过度也不缺位，这会对你体验生活中的那些起起落落、顺境逆境带来什么样的不同感受和应对方式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感谢你的收听，期待下次再和你一起对新的材料进行深入探讨。